上集我们说到，就在芙莉莲即将与马哈特正面交战之际，邓肯却主动请求由自己来对付马哈特。芙莉莲最终也答应了他，表示索利提尔就交给自己处理。战斗瞬间展开，索利提尔率先出手，无数飞剑如暴雨般袭向芙莉莲，但都被芙莉莲的防御魔法给挡下了。芙莉莲也很快察觉到对方是刻意将他与邓肯分开，而自己此刻光是防守与反击就已经相当吃力，却没想到索利提尔竟然还有余力将他引导至远处，这让他明白眼前的对手绝非等闲之辈。于是芙莉莲一边持续释放地狱业火进行压制，一边冷声表示就算邓肯在自己身边，他也不会出手干预他的战斗的。但索利提尔对此毫不在意，反而淡淡回应自己这个人就是比较谨慎，习惯选择胜算更高的战术，毕竟人类之间的配合远远胜过魔族。而就在此时，他再次展开大范围飞剑攻击，飞剑瞬间就划破芙莉莲的脸颊。他随即询问芙莉莲为何能如此冷酷，若没有他的支援，邓肯必定会死在马哈特手中。但芙莉莲却反驳道，自己可不这样认为，邓肯那是要拿下胜利的眼神，因此自己会将身后交付给他。话音落下，他立刻施展破裂之雷反击，并明确宣告此刻的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彻底击败索利提尔。但索利提尔听后只觉得可笑，只言邓肯的对手可是七崩弦之一的马哈特，就算万物成金的魔法对他无效，马哈特也绝对不会输给人类的。但话才说出口，他便立刻意识到这样的想法过于危险，捕食者的傲慢早已让无数魔族付出代价，即使到了今天这一步，魔族依旧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也可能成为猎物。他随即缓缓落地，语气带着遗憾地表示，原本还想与芙莉莲多聊几句，但为了魔族的胜利，他会立刻全力将芙莉莲给击倒，然后去支援马哈特。就在他话音落下的瞬间，芙莉莲立刻察觉到他的魔力流动出现变化，但还来不及反应，一股强大的魔力便瞬间将他的护盾击碎，并将他整个人轰飞数米之外。索利提尔冷声说明，这就是自己最强的魔法。尽管听起来讽刺，但在钻研各种魔法之后，他最终选择的却是单纯将魔力散射出去的方式，因为这才是最有效的杀戮手段。而被击飞的芙莉莲迅速拉开距离，升上高空准备反击。索利提尔对此并不意外，因为魔力越强的对手本就越耐打。芙莉莲此刻再次施展地狱业火进行远距压制，同时迅速分析战况。他与索利提尔的魔力量其实相差不大，但对方所释放出的魔法威力却足以瞬间焚毁整片森林，这让他立刻明白两人在魔力控制上存在巨大差距。索利提尔虽然采用极为单纯的攻击方式，但他的魔力的密度都很高，自己的防御根本无法承受这样的攻击，一旦命中要害便会是致命伤害。更棘手的是，他不仅攻击时的密度极高，就连防御本身也维持在同样的高密度状态，并且他还不需要额外释放任何的魔法，就能持续维持这种精密且牢固的魔力。而就在芙莉莲仍在思考对策之际，索利提尔却瞬间就逼近到他面前，将手中的魔力完全释放。恐怖的冲击瞬间将芙莉莲击飞到远处，脸部与胸口同时被撕裂出明显伤痕。芙莉莲低声咬噬，这正是他讨厌无名大魔族的原因。若再这样下去，自己必败无疑。但索利提尔却冷声回应，他也是时候该拿出真正实力了吧。他早已从芙莉莲与阿乌拉战后残留的魔力中察觉，芙莉莲一直在刻意压制自己的魔力。话音落下，芙莉莲不再隐藏，庞大的魔力如洪流般释放而出，这让索利提尔都不禁有些惊讶，直言若不是事先调查过，自己根本无法察觉这种精密的伪装。他甚至忍不住赞叹，想要达成这样的技巧，是必须要经历常年的累积才能达成的。芙莉莲实在是太棒了。芙莉莲闻言却只是冷声回应，反问他是否已经将这事公告出去了。但索利提尔却坦言道，自己从未对任何人提起，因为这种完美的魔力一致，即使说出来也不会有人相信。芙莉莲淡淡回应那就好，心中却已下定决心，必须在此将他给解决掉。于是芙莉莲再度发动攻势，但索利提尔却突然提起他的弟子同样擅长压制魔力，但是对于大魔族而言的话，他还是太过于稚嫩了，细节的部分还是太过于粗糙。芙莉莲闻言立刻追问，他是否已经和费伦交手过了。索利提尔坦然承认，并指出肩上的伤正是拜他所赐，他和伙伴的配合确实让自己费了不少力气。芙莉莲听后只是冷声表示，费伦确实成长了，并推测他们现在应该和刚才的邓肯一样，被黄金化在森林的某处吧。但索利提尔却轻笑否认，语气平淡地说出他们已经死了，是自己亲手解决的。这句话让芙莉莲瞬间愣住，低声说道，自己明明叮嘱过他，遇到大魔族要立刻撤退。而就在他分神的瞬间，索利提尔也已经逼近准备出手，但芙莉莲只是缓缓抬手，下一刻一股强烈的魔力直接将索利提尔轰飞。芙莉莲彻底释放全部力量，冷声表示若只是这种单纯的魔法，自己也能模仿出个8、9成。然而即便身受重伤，索利提尔仍放声大笑，称赞芙莉莲真的是太棒了，
自己曾经和自己进行了无数次的对话与试验，但都不及今日这样的厮杀来的真实。话音落下，他的身影瞬间消失，再次出现时已逼近芙莉莲的眼前，并释放了手中的魔力，但芙莉莲却轻松将其给闪避了，并且立刻举起手还上一击，再度将索利提尔给击飞。但就当烟雾散去之时，数道魔力再次轰向索利提尔。然而就算是威力如此可怕的一击，却依旧未能完全击穿索利提尔的防御。双方都明白战斗已逐渐演变为消耗战，而这种情势对芙莉莲却是不利的。然而就在这时，索利提尔却忽然开口，表示自己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。虽然芙莉莲也觉得他实在太啰嗦了，但可以争取到时间也还是不错的。于是索利提尔随即说出了心中的疑问。他承认人类确实很强大，拥有智慧与勇气，甚至能透过魔法技术不断进化，因此他从不傲慢地认为自己不会成为人类的猎物，而自己也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下定决心，若真有那一天来临，他一定会一边哭一边向对方求饶。而现在最有可能将他逼到那一步的人正是芙莉莲。他想知道当自己不断求饶时，芙莉莲究竟会保持怎样的心境。但面对这番话，芙莉莲只是冷声回应，这样的求饶他早已听过无数次。索利提尔瞬间理解，芙莉莲在精神层面早已脱离人类的范畴，当一个拥有人类的外貌的存在，用主人类的语言不断的哀求，但芙莉莲却可以毫不犹豫地将其给抹杀。那么究竟谁才是真正的怪物？这句话让芙莉莲的神情微微一变，索利提尔见状反而更加兴奋，立刻追问他此刻的感受。但芙莉莲却平静表示，这早已称不上对话，他已经看清楚了。索利提尔是他至今遇过最理解人心的魔族，却也是距离共存最遥远的存在。他的一切行为只是为了追求刺激，透过实验观察人类反应，因此芙莉莲反而会感到庆幸，因为对手是这样一个无情的魔族。他已经很久没有能够毫不犹豫地下死手了。画面转到马哈特与邓肯的战场，邓肯连续释放裁决之光进行压制，马哈特一边闪避一边思考，邓肯的精准度明显得到了提升，于是他随即拔下头发化为金针反击，但邓肯却侧身闪避这一击，仅仅是被划伤了脸颊，这让马哈特更加确信邓肯已逐渐看穿自己的攻击节奏。虽然略感意外，但他也明白这是因为邓肯回忆起过往经验所带来的提升，而这样的改变根本无法改变结果。面对邓肯所释放的地狱业火魔法，马哈特依然能轻松穿越火焰并逼近邓肯，一刀划开他的肩膀。邓肯跪地缓缓开口承认道，果然无论是强力魔法还是大型魔法都无法伤及马哈特，一切就和当年如出一辙，但唯独那一次是例外。下一刻，邓肯迅速举起法杖，释放出一道普通魔法，普通魔法成功划伤马哈特的腰部。这一幕让邓肯顿时也很意外，居然真的如自己设想的一样。而马哈特此刻也产生疑惑，为何杀人魔法的速度竟会如此之快？邓肯此时也会想到芙莉莲曾经说过的话，当初在一级魔法史考试中，他们为了对付芙莉莲的复制体，芙莉莲就曾向众人解释过，对于他们这种长寿的种族而言，普通攻击魔法还是属于较新的技术，无法在本能中及时进行防御，必须经过思考才能应对，而这短暂的瞬间便会成为致命的破绽。于是邓肯持续释放普通魔法进行压制，因为他明白无论马哈特的魔法造诣多高，这种魔法对他而言依旧陌生，而在人类的世界里，这早已被改良成最基础且高效的战斗手段。果然，长期被封印在黄金乡的马哈特，认知依旧还停留在过往的杀人魔法，这让他再度被邓肯的攻击划伤。而这一刻的他也终于才意识到了，所谓的杀人魔法早已进化成全新的体系，他所面对的对手并非是邓肯一人，而是整个人类魔法史的积累。这让马哈特的战意瞬间被点燃，他脱下外套，将其化为黄金三叉戟，冷声宣告自己既是邓肯的老师，也是敌人。这场战斗让自己久违地感受到真正的愉悦。